魏无羡最近觉得很不对劲，在吹笛遇鬼、食指翻飞的时候，右手手腕总是感觉有异，说不上有多疼，就是细细密密酸麻酸麻的难受，而且老是给人一种自己下一秒就使不上劲，要放弃进攻、鸣金收兵的莫名其妙的感觉。明明自己刚刚修习鬼道的时候，比这痛千倍百倍的小疾都能硬生生挺过来，也许自己撑得很累了。魏无羡在一次作战会议上盯着一阵酸融之感的右手腕，疑惑地想，随即在心里狂笑痛骂自己。片刻失神过后，再抬眼还是那个孤傲的老祖。他不是没有怀疑过这是有人下的咒术，可是明里暗里的探查一番过后，魏无羡终于接受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腕疾小毛病，经常出现在长期伏案写作、握笔不端的人身上不足挂齿的一点小惩罚。他这种情况，虽对军医说是因经常掘人坟墓，手腕吃尽，并且嘱咐他可以预见代劳，不用年少轻狂自己拿着铁铲亲自上阵。如果要是觉得战争中心理压力太大，可以找人谈心，言语当中尽是对己方阵营的要将关怀和无奈，堵得魏无羡想说什么，但是又说不出口。末了，因为这个小毛病只要运用灵力护着就无妨，那军医竟是半副药都没开给他。魏无羡走出军帐，想起今晚本来想着多练几句凶诗，以备后天的硬仗，独自还是拿着铁铲闪身去了离营地3-4里外的一片野坟。他心里不知道憋着一股子什么气，明知万疾需要温养，还是举起铁铲重重地向地上铲去。这下可好了，右手手腕彻底被震得一点劲都吃不上，再也拔不出插进地里的铲子。魏无羡愣愣地站着，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态去应对这种状况。周围树影幢幢，在诡异的黑暗里层层叠叠地注视着他。野坟地上墓碑横陈，见或有白骨散落在外，而脚下的土地怨气深厚的像是会凝出黑红的血液来。过了一会儿，挡住月亮的云彩缓缓移开，铁铲反射的月影直直地刺进魏无羡眼里。他突然觉得这里比夷陵乱葬岗还称得上是绝境。鬼使神差的，他念起许久不念的心诀，想调动灵力护着右腕，片刻过后，没有灵力通过筋脉，反而手腕被体内的鬼气侵蚀，融化感更甚。他心下烦躁异常，机遇照出走势如疯狗一样撕咬那块肉，让自己痛得更痛快些，更鲜血淋漓些。我早就没有灵力了。被灌注了灵力，雄浑慷慨的军号从远方传来。魏无羡冷笑，估摸着时间，再不练凶诗，自己就没有什么机会了。毕竟再过几个时辰，大名鼎鼎的蓝二公子就要过来与他们会合，要是让他见到自己炼制凶诗，怕是自己就先被逼沉就地正法了吧。他沉吟半晌，舌底压着一口哨音，恍惚着心底里开始重复蓝忘机此道有损心性的话，额上青筋跳了几下，然后放任哨音尖啸，体内鬼气沸腾，元神崩溃，俄而重组。过了一会儿，便有无数具走尸来替他掘坟。之后魏无羡默默地席地而坐，夜凉如水，他突然渴望一个拥抱，最好那个拥抱有着熟悉的檀香味。魏无羡想起来，他年少时候，其实也就是前几年的事，离现在一点也不远。在云深不知处听学，不知怎地勾搭上了那个人人避之不及的小古板，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那人抱着就睡不着。可是现在怎么样呢？异道殊途，那人对鬼道恨之入骨，不惜涣散军心也要与自己内讧，甚至撤下战场，便寻思着将自己带回姑苏正法。画完最后一道符，魏无羡强撑着摇摇晃晃站起来，他的元神如同破碎的独木舟一样，在鬼气的滔天巨浪中被肢解成碎片。他脚下一顿，随即便有鬼士千娇百媚的上前架住他，看起来是献殷勤，其实是想借机吞噬他身上可怕的力量。就在万鬼趁他今夜心绪有崩溃之兆，准备一拥而上时，他突然恶狠狠地回复神智，一挥手将他们平退。可是这场顷刻间开始又转瞬结束的拉锯战，在蓝忘机的眼里，搭配着狼藉一片的野坟地，就变成了魏无羡鬼气冲天地点石成将。他拔剑出鞘，反应过来之后才发觉自己已然不知为何的发怒。魏无羡压下对蓝忘机提早现身的喜出望外，看着隐忍着一言不发，直直盯着他的蓝忘机，冷笑一声，顶着比平时苍白的一张脸不逊狂傲地对他说：“你是如何御使他们的？”
哈哈哈哈，蓝二公子，我说你谴责我就不会有点心意吗？蓝忘机皱了皱眉，心中不爽更甚，遂臂辰一挥，一道剑气冲着魏无羡身后方的黑暗处袭去。不是想象中的草木摩擦倒伏之声，反倒是凶尸的痛苦嚎叫。蓝忘机瞳孔震惊的缩小，他不曾想魏无羡防备他已到了这种地步。他皱着眉前进几步，却发现了地上阴邪至极的血阵，符咒之间混着魏无羡元神的力量。蓝忘机如坠冰窟，心中多日的猜想立即有了正确但他却不愿意相信的答案，像是疯狂的孤注一掷一般。他抬眼不着痕迹地仔细打量魏无羡比上回更苍白的脸和淡薄的身躯，金丹运转默念心诀，祭出了探查元神的术法。果不其然，看到魏无羡的元神被滔天的鬼气支撑着，强大异常，但邪气四溢。脑中顿时空白一片，随即心脏像是被剧毒浇过，旋即便尝到了融成一滩烂血的滋味。你此道有损心性，魏婴，后天一战后跟我回姑苏。蓝忘机还在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赌，他赌魏无羡只是被鬼道之力迷惑，仍不知此道对自己的伤害，而不是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利用。这样蓝忘机还可以开导他重新走上修仙正途。我自己的心性如何，我自己知道。魏无羡依旧狂傲地笑着，把蓝忘机的希冀不留情面地斩下。蓝二公子，你又不是我，你不用管得太宽。魏无羡身后的凶尸见他心绪不稳，不顾身上还带着剑气的伤口，更加发狂似的要扑向魏无羡，吸取他的力量。但这场面在蓝忘机的眼中看来，魏无羡已经不耐烦到极点，驱动凶尸杀将过来。臂辰再动，几道蓝色剑芒毫不留情地砍向那几具凶尸，而蓝忘机欲言又止的眼神在魏无羡眼里又多了几丝寒意。心中一痛，出口的话更加伤人到并无遮拦。蓝二公子真不愧是仙家正派，修真楷模。只不过当心如那一代代爆体而亡的聂家宗主一样，对正直执念太深，最后不得好死。蓝忘机盯着魏无羡烦躁泛红的眼睛，纵然五脏六腑争相翻滚在悲怆和疼惜中，也只是在心底里缓缓吐出一口气来，把那一句剖白心计的话噎了下来，因为他知道面前的人应该不会信自己。我的执念不是正直，而是你。魏无羡见蓝忘机仍没有走的意图，心中更加郁结，终于打算祭出陈情真刀实枪的杀一场。他右手刚想去摸腰间鬼敌，却发现右手依旧脱力，酸痛异常。电光石火间换了左手去摸，却被蓝忘机好巧不巧地叫住：“你的右手怎么了？”“谢谢蓝二公子，小毛病，不足挂齿。我在路上的时候听军医说你染了万疾，所以说这就是你比原定的计划早到了2个时辰的原因吗？因为忧心我。”魏无羡在一片可怕的沉默里不可抑制地想。蓝忘机并没有任何表示，魏无羡心底里苦苦地笑了一下。算了，蓝忘机几次三番想把我抓回去正法，肯定是早就在心里与我势不两立，怎么可能会忧心我？而蓝忘机说出那句话之后，也刚刚如大梦初醒般依稀想到自己的确是因为忧心魏无羡，所以说来的那么早。可没成想撞见了他遇事遇鬼，莫名其妙的自乱了心绪，倒把自己一开始的意图全部忘了个干净。这算什么？关心则乱。狂风从四面八方吹向这个被重重森林包围的野坟，松涛怒吼阵阵，在这一片绝对的喧嚣之中，魏无羡的眼眸彻彻底底变成红色，他右手不顾疼痛，按上阴孔，正要送气，蓝忘机却毫无征兆的转身，干干净净的离去了。确认蓝忘机的确走远了之后，魏无羡认命般将笛子放下，分出自己的一点力量，给了身后被逼沉杀的不满的凶尸。凶尸啃咬自己的力量的痛感，魏无羡早就已经习惯。他抱着膝坐在草地上，松涛依旧怒吼不止。回想着自己这几天因为右手腕的毛病而感到的异样的脆弱，和刚才明明只是练几具凶尸，元神却不得不被拆散重组的事实，不情不愿地接受了他的心性的确受到了自己身体里鬼气的影响，又堕落了许多。那种坠落感和绝望感被劲风携带着灌满了他的四肢百骸。魏无羡闭上眼睛，静静地去迎接这些折磨和不适。这样的感觉他自己私底下已经经历过很多很多次了，早就像熟悉莲花坞一样熟悉，而心魔的解决方法自己也早就烂熟于心，
一则摇动云梦银铃唤回神智，二则诵读佛经清心破障，三则坚持执念镇压心魔，四则回想那日玄武洞中蓝忘机为自己做的曲子。实在不行，还有蓝湛，会上赶着来把自己就地正法。魏无羡回头看那些分了自己力量，在自己脚下臣服的凶师，无可奈何的笑笑。原来刚才自己于心神崩溃、凶师反噬之际，其实还是存了那样有恃无恐的心思，而让自己有恃无恐的那个人，居然真的就来了。他起身看了看右手腕，于战争的重压之中染上即将跟自己一辈子的毛病的烦躁，不情不愿地咀嚼自己再无灵力这一事实的不甘，以及众人敬畏、怜惜忌惮却无人理解的孤独，此刻都像是烟消云散了一样。魏无羡突然觉得心口变得豁达了许多，他轻轻地掐了掐还有点痛的手腕，心想，也许是我还没有习惯这种感觉吧，我会去习惯的，习惯了就好了。魏无羡抬脚走人，轰鸣着的松涛一直跟着他，像是在恣意地嘲讽他的天真。已过4更，魏无羡也终于经过一番鏖战，使得元神和体内的鬼气达成了一种诡异的平衡，疲惫地收拾了收拾，准备睡去。失去意识前，他悲鸣似的想，自己真的还是有些累。而后如嗫嚅一样，喃出一个名字，蓝湛。蓝忘机从树林中走人之后，却没有闲着。他也顾不得是否失礼，半夜3更敲响了江燕离的房门，唐突地讨要了布条和针线，莽撞地询问江燕离魏无羡手腕的腕围，而后在江燕离半是疑惑半是放心的眼神中，顶着巡夜人的震惊，急匆匆地回到了自己的帐房。他嗅了一夜，天蒙蒙亮的时候，他走出去，趁着人少从江燕离那里拿了2份早饭，然后被他叫住，硬是被塞了一瓶治疗外伤的药。蓝二公子手指上的伤虽小，可是战场上温和毒菌是险恶异常，为了不让阿羡看到私底下担心，还是多重视一下吧。蓝忘机谢过，更是先催动灵力强行使伤愈合后，才赶去给魏无羡悄悄送饭。魏无羡刚刚起床，睡眼惺忪间难过的感到手腕的酸痛依旧没有什么减少，暗暗下定决心今天去托师姐要一些外敷的草药，猝不及防的就看到石河之上躺着一个精美而灵力充沛的护腕，素白的亚麻布上绣着细细密密的舒缓疼痛的皱纹，和如兰家校服外袍上一样的防身和清心咒。魏无羡恍然间想起了自己要醒时做的那个梦，梦里蓝忘机看着他满脸痛惜，说道，这毛病会跟你一辈子的。他则依旧狂傲道，那又有何妨。他此时静坐在榻上，不敢也不想去梳理他和蓝忘机之间的感情，盯着那个护腕，还是遵循本能将它套上。几乎是在一瞬间，右手腕不再疼了，活动恢复顺畅，如鱼得水。后来他们那一战特别顺利，魏无羡新练的凶师威猛异常，蓝忘机的剑气灵力愈发震撼压迫，再加上江城推敲许久的布局，顺利地歼灭了温家死不悔改的附庸。而蓝忘机给魏无羡的那个护腕，魏无羡就贪心地留了下来，接着跟他四处征战。只不过绝人坟墓的时候，他一直不肯带着那个护腕保护自己，然后射日之争就结束了。仙门势力重新洗牌，4大家族之中同样也是暗流汹涌，其中来自兰陵金氏的那股乱流直直地向魏无羡打了过来。穷奇道上，魏无羡难以再压抑自己的崩溃感和坠落感，浑浑噩噩地迎来了自己心智的又一次堕落，失神的片刻温凝已动，一爪直直地冲着金自轩的胸膛狠力地过去，而后一道蓝光骤然从他的右手腕亮起，等那光散去之后，温凝的指甲已然触到了金自轩身上的金星雪浪袍。在双方的惊魂未定中，终于金自轩领着面色同样阴沉的魏无羡向金灵台走去。只不过那个白色护腕上的清心咒已然暗淡无光，再无灵力。在金灵台上，魏无羡看到了同样前来祝贺的蓝忘机。在酒宴的间隙，魏无羡调戏完金灵之后，突然被蓝忘机拉了个趔趄，还没等魏无羡发作，蓝忘机尽力压抑着心中的不平静的声音，狠狠地砸进了魏无羡的心里。魏婴，宴会开始前在穷奇道的事情我都知道了，魏婴，你的情况不可以再拖了，跟我回姑苏吧。蓝二公子，魏无羡尝试着挣脱蓝忘机如铁钳一般的手，未果。于是他恶狠狠地对上蓝忘机的眼睛，
还请你不要管得太宽，我不想在我师姐家的喜宴上对你动手。蓝忘机放了他，等魏无羡回过神来，他才发现自己的腰封中莫名其妙地被缠上了一个素白的护腕，这个护腕的清心咒灵力充沛，流转着清澈透明的光。他不知道该怎么去猜测蓝忘机复杂的心思，在一片金星雪浪中漫无目的地走着，身后突然听见金子轩在叫他，猛然如同一盆冰水从头上浇了下来，自己刚刚差点发狂杀了这个声音的主人。于是他应了一声，慌张地扒下了蓝忘机送他的旧护腕，颤抖着套上了蓝忘机刚刚送给他的新护腕。回到乱葬岗上，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金光善对他的不善越来越明显，修真界对他的风评因为乱葬岗上的温家老小也越来越差。他虽然已经习惯了心性堕落之苦和手腕无力，体内鬼气肆意之痛，但是奈何这些苦痛来得越来越猛，越来越急，外忧内患。他有时候怀疑自己再也招架不住，他有的时候也曾想过破罐子破摔都撕破脸去，死了就不用再招架这些有的没的了。于是那一天他想逃离，远离所有一切与修仙的联系，赶紧逃离。他下乱葬岗一逛，就听闻穷奇道一事已经吵得沸沸扬扬，仙门百家于不夜天城事事讨位。那自己在乱葬岗上还等着干什么呢？等着死吗？魏无羡眼前黑一阵红一阵，眩晕之下，他回伏魔洞取了陈情和阴虎符，气势汹汹地奔袭至不夜天城。因为心性受蒙蔽太深，走得太急，加之一口气哽在那里，他并未带上蓝忘机给他的护腕。不夜天城上仙门百家的声讨太过难听，而且他看见蓝忘机如临大敌般盯着自己看，无数的恶意被魏无羡无数倍的放大再放大，鬼气终于彻底夺到了这具身体的使用权，驱使他不惧疼痛的吹笛御鬼。后来江厌离因为想开解他，卷进了走尸群里，没等魏无羡反应过来，眼前一个白色的身影已经救下了他的命，只不过依旧改变不了他重伤的事实。金子轩骂骂咧咧地赶过来，旋即接走了江厌离，不再恋战，御剑飞回了兰陵。魏无羡眼看着师姐即将死于非命，又奇迹般的被救起，神识坠落谷底又被托起，安心感弥漫四肢百骸。射日之争战场上的那种有恃无恐的感觉突如其来的重现，他觉得自己并未带着蓝忘机给他的护腕也无妨，反正有蓝忘机。可是下一秒，蓝忘机上下扫视了，双眼无神，却已然放下陈情的他，突然举起碧尘刺来。其实他只是想斩断御鬼的陈情而已。可魏无羡刚刚有些平复的元神，此刻再次激荡起了要冲破他躯壳的鬼气。他痛苦地嘶吼一声，身形摇晃似是承受不住重压，要跪到地上。碧尘来不及改变轨迹，直直地刺进了魏无羡的身体里。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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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湛你果然，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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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无羡的长啸混着喷涌而出的鲜血贯穿蓝忘机的元神，在反应过来时，他已经合并了阴虎符，将不夜天城变成了一个地狱。可是后来还是蓝忘机把杀够了兴，已然是强弩之末，如同没有意识的死尸一样的魏无羡从地上拉了起来，御剑逃走。他给他灌注了灵力，最后还是护了他。乱葬岗围剿，那些喊打喊杀跟他有血海深仇，或是只是跟风而上的修士们，在魏无羡的神识里已经不清楚了。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心智坠落到谷底，那是没有尽头没有终点的深渊，没有依靠没有拥抱的永夜。他右手上的护腕清新骤亮的惊人，依旧什么用都没有。魏无羡用元神里最后一点生气感知到自己正在走向他都无法想象的崩坏，恍惚间又看到不夜天时那个举剑杀向自己的蓝忘机，恍惚间流下了一滴泪，一声尖哨召唤走尸，回过头来撕咬自己。肉体被撕裂的感觉和鲜血流淌的感觉层层叠叠的袭来，如同那个他刚刚被确诊有了万疾的夜晚，从野坟回来时包围他的松涛。魏无羡这个时候才明白了，那个嘲讽不是所有的痛苦适应了就不会祸害人间，同样的不是所有累加的痛苦都会有补救的方式。就如现在最让他有恃无恐的那个人不在这里了，只有他一个人去承担所有的错误，该来的总是来的，而且已经来了。魏无羡的心突然通透了，就像那天晚上思考过后的舒畅一样。他顶着自己被啃咬的只剩下几块肉和一只眼睛的头颅，看着自己的右手，
那里依旧完好无损，护腕上的防御咒光芒大涨，死不退让。不用了，蓝湛，我不需要了。在他的脖子被咬断的最后一瞬间，魏无羡拼尽了自己最后一丝力气，使唤一头小走狮，让他扒下自己的护腕。走狮顿时如同疯狗一样咬上他的右手腕，他看着那片被蓝忘机呵护了这么多年的区域，终于流下泪来。蓝忘机最后从乱葬岗上带回来了一个小孩子和一个沾满血污的护腕。他昏迷醒来之后，听到叔父已然接受温怨，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个护腕，死死地不说话，不让自己掉下一滴泪来。这是自己作为一个无力的保护者的最好的证明。他曾经想这样好歹护着魏婴周全，没用，他已经死了。蓝曦臣进来看他的时候，蓝忘机对着那个护腕已经强行而且痴狂地揍了一遍又一遍问灵，没有回答。于是他接着红着眼眶接着弹，金丹的灵力用完了，他甚至不惜自毁元神，一遍一遍地弹。忘机，你若还是过意不下，洗洗这个护腕，好生收着吧。兄长，魏婴的那怕一丝残魂或一撮肉体都可能附在这上面。你问了这么多遍灵，都没有回答。忘机，该放下的执念还是……蓝忘机摇了摇头。你若是不放下，这会跟你一辈子的。蓝忘机闻言猛然抬起头，他突然回到那个他给魏无羡送第一个护腕的清晨，他痛惜地对魏无羡悄悄说，这个毛病会跟你一辈子的。魏无羡睡梦里含含糊糊地回答，那又有何妨？于是他说无妨。后来那个护腕上鲜红的血迹沉积成了黑色，蓝忘机灵力恢复后，持续不断地养着它，没让它有一丝腐臭，反而散发出淡淡的檀香。久而久之，蓝忘机有时候会恍惚间以为那个护腕本来就是黑色的。魏无羡身死7年后，蓝思追因为练剑太勤，灵力训练却不纯熟，染上了与魏无羡一样的腕疾。在亲自传授给蓝思追如何用灵力护着手腕的同时，蓝忘机依旧不放心地将那个护腕拿了出来，套在了蓝思追的手腕上。止痛的咒术还没有失去它的效力，蓝思追手腕不再酸痛，开心的合不拢嘴，自告奋勇地在后山一个开阔的崖台上，带着护腕给蓝忘机展示他新学的剑术。蓝忘机看着看着，眼眶不知如何红了。等他送走了思追，一滴清泪还是挂不住流了下来。流泪的那一瞬间，蓝忘机猛然像开了灵石一般，看见狂风从四面八方吹过，万顷森林松涛阵阵，天地间陷入了绝对的轰鸣。他猛然间醒悟过来，原来自己对魏婴腕疾的牵挂已经绵延了这么多年，而这个牵挂如同水滴融入大海一样，汇进了自己更为庞大骇人的执念里，执拗的不死不灭。松涛更猛，可他蓦然觉得天地间陷入了绝对的寂静。